不知不觉，近年来，瑜伽、举铁、户外徒步等各种运动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运动的兴起，不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习惯。从老牌运动产品专业户耐克、阿迪达斯，到几年前迅速在各大商场扎根的一站式购物、价格亲民的迪卡侬，对运动品牌的消费已经不仅仅是健身达人的专属，更是逐渐渗透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之中。运动风似乎成了新的时尚宠儿，人们逐渐接受运动穿搭可以出入很多场合，比如咖啡馆、和朋友见面、逛街、购物、遛狗等等。穿瑜伽服和紧身裤上街，不知不觉已经被大众接受，甚至有人认为穿着有设计感的运动套装去办公室也不怎么违和。一条带着小小到 U 字 logo 的瑜伽裤，就在这样悄然崛起的运动文化中，打败一众运动巨头，异军突起。从巨星名模和时尚博主的时髦街拍，到都市名媛、中产丽人人手一条， Lululemon 已经被誉为瑜伽裤中的爱马仕。没有这个 logo 的加持，很多女孩们都不好意思约闺蜜去瑜伽馆、健身房，更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运动爱好者。在美国， Lululemon 的瑜伽裤几乎成了一种街服，一度威胁到了牛仔裤品牌李维斯的地位，以动辄上千的价格打破了人们对一条运动裤价格的认知。 Lululemon 更被用以衡量某地人们的消费水平、健身房的环境好坏、会员质量高低以及市场定位如何。比如在连个卫生间都没有的共享健身房里，含露量就基本为零。很难想象，这家创立仅仅20多年的品牌，如今已成为市值450亿美元的运动服饰新贵，仅次于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行业龙头，更一度达到过600亿美元的巅峰。相比2007年上市之时，已经翻了30多倍。而这令人啧舌的成绩背后，几乎就是一条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瑜伽裤，以及心甘情愿被其收割的精致女孩们。从小红书和各类公众号上年薪多少万才能穿 Lululemon 这样的标题，就已经不难看出，这个 logo 早已超出了其本身运动品的概念，而成为小资、高品位、高收入的符号。Lululemon 的行业奇迹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它是如何从一件瑜伽裤影响到全球商业发展模式，甚至受到人们如宗教信仰般的狂热追捧？即使觉得贵到离谱，也要掏空钱包拥有一条，才觉得有面子不丢人。在创办 Lululemon 前，奇普·威尔森已经拥有了一家自己的滑雪服饰公司。但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的商业嗅觉并酷爱滑雪、铁人三项等各类高强度项目的运动狂人，奇普觉得自己比那些职业经理人更懂什么是运动，什么是产品，什么是体验。他对自己彼时的成就并不甘心，他的目标并非激起一点水花，而是掀起一波商业狂澜。奇普当时唯一能看得上的工作是当耐克 CEO， 无奈被耐克拒之门外。老哥觉得既然没有伯乐待见他这匹千里马，那倒不如自己当自己的伯乐。不过当他铁了心打算创业的时候，却意识到世界上所有的主流运动，跑步、足球、篮球、橄榄球、网球，都已经被耐克、阿迪瓜分完毕。打开电视一眼望去，所有国际赛事对勾和3条杠的标志都随处可见，就连细分领域也有细分领域的霸主，可以说连行业的残羹剩饭都少得可怜。这时候他看到了瑜伽。瑜伽作为一种来自印度可以锻炼身心的修行大法，有点玄学，有点神秘。虽然看起来不够硬核，但能拉伸筋骨、消耗卡路里，甚至还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让人达到心神合一。更重要的是，相比于由肌肉男主导的传统运动市场，适合女性的兼具减肥瘦身和时尚柔美的品牌并不多见。彼时的北美大学毕业生女性比例已经从大约 20% 提升到了 60%。受教育程度的增高延迟了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提升了平均收入，这带来了新的细分消费群体。这个群体被齐普称为超级女孩。超级女孩们普遍年轻、未婚，有着不错的工作，无需为生计发愁，喜欢旅行和时尚，愿意为高品质商品买单。对市场有了一定把握后，齐普·威尔森毫不犹豫地开启了自己的玄学造神计划，而超级女孩们也成为了 Lululemon 最早的目标客户群。参考苹果和特斯拉的科技造神成功案例， Lululemon 决定打造自己的运动宗教。既然是宗教，精神领袖、信徒、教义、金字塔结构的传教士组织以及教堂，自然一个都不能少。以运动大使计划为起点， Lululemon 找到当地最红的健身教练或瑜伽老师，让这群专业人士呼朋唤友一起来做运动，搞小型邀请制聚会。其开设体验展示店也主要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便成为了他们的传教教堂。基于这样的私域社群，大使与消费者、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建立超越买卖的情感连接， Lululemon 顺利地有了组织，有了信徒。官网数据显示， Lululemon 在全球共有超过1500名品牌大使，其中不乏冷门运动员乃至非运动员。 Lululemon 还很注意维护和当地健身社群的关系，比如新开业的瑜伽馆往往会收到贺礼，瑜伽教练则会得到新品试穿、购买折扣等优惠。潜移默化间，瑜伽教练对品牌的好感就转化为学员的购买力，而每位瑜伽教练、每座瑜伽馆都变成了其品牌线下的宣传渠道。此外， Lululemon 还精于搞事，常常定期或不定期投入巨大财力物力发起线下品牌活动，比如伦敦的热汗节、温哥华的10公里跑，以及2016年在中国多个城市举行的一系列新展中国活动等等。这些活动的视觉设计和互动方式不会有什么推销行为，完全就是品牌社区成员的大派对。在 Lululemon 纽约时报的采访中，创始人齐普·威尔森这样描述品牌灵感人物：一个32岁的单身职业女性，名叫 Ocean， 每年挣10万美元，订了婚，拥有自己的公寓，喜欢旅行和时尚，每天会锻炼1个半小时。齐普·威尔森本人也是深得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精髓，他建立个人网站，出版自己的创业史，谈自己伟大宏伟的梦想，将自己慢慢塑造成一个宗教领袖。而其核心教义即是：我的产品不仅仅能让你享受顶尖的运动体验，还能帮你彰显个人的时尚品味，更能让别人觉得你一定是精英白领吧，不然怎么能支付得起如此昂贵的运动裤？经过齐普和其团队的不懈努力， Lululemon 几乎已经与有钱、有闲、有身材画上了等号。无数人花上千块买条秋裤，不，瑜伽裤，你觉得他们很冤，然而他们不觉得。宗教引领下的他们买的是盔甲，是信仰。想想看，是不是觉得还有点便宜了？所以说，与其花时间精力去研究产品，不如先从心理上折服消费者。就像如果你的老师或者亲友跟你推荐一个东西，你一定不会过多怀疑吧。Lululemon 强调其对面料进行深度研究，语气里满是材料学家的刁钻与严苛，在以微米为尺度的材料分子领域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Lululemon 的追捧者们可以准确自然地谈到
纤维兰卡含量将提高弹力，双螺纹针织结构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和覆盖力，不会产生卷边现象。而去臭的那款，其奥妙则在于纯银通过衣物中的汗液与空气发生氧化。形容触感的词也常常绞尽脑汁，极尽肉麻，比如牛奶般丝滑，黄油般触觉。有人不吝夸张体验感，穿了跟没穿一样，走在路上猛一惊，还以为出门忘穿裤子了。从技术和质量来看，Lululemon 解决了传统瑜伽服延展性差、太透明等问题。许多人评价其瑜伽裤配色时尚、版型显瘦，裆部无缝剪裁和菱形内衬设计避免了尴尬线。然而，从起初净利润还只有 1.5 亿美元，到2021年11月股份一度达到 485.82 美元每股的历史高点，总市值超过62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近4000亿元。Lululemon 的吸金能力就像坐上了火箭一般，而其公布的财报数据更是显示其净利润涨幅最高可达 65.53%。 值得一提的是，Lululemon 宣传自己是一家专注瑜伽服的高科技公司，然而其财报数据并没有体现出其在研发和面料上有特别大的投入，倒是营销和管理方面的开支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且和许多其他品牌一样， Lululemon 走的也是代工厂模式，很多特殊面料都是由第三方开发和生产。其穿了就像没穿的面料专利并非掌握在 Lululemon 公司，而更多是来自于其核心面料供应商位于台湾的如虹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阶段，如虹在台湾、越南、柬埔寨和印尼均设有成衣和面料工厂，除 Lululemon 外，还向耐克、安德玛、阿迪达斯等品牌提供针织面料和成衣。如虹前销售主任曾谈到，他们生产的其他运动服饰也有用到和 Lululemon 相同的面料，但最多也只能卖到 Lululemon 的一半甚至1/3的价格。无论是做瑜伽、练普拉提，还是跑步、举铁，运动能让我们获得身心的平衡和积极的能量。通过运动，我们不仅可以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能提升心理的状态和情绪的稳定。那些五官在这个世俗审美中也许不算美貌的人，也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拥有更迷人的身材和体魄，拥有力量和自信。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挑战自我，获得强健体魄的同时，也能得到心灵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而这一切需要的不过是你那热爱生活的灵魂、自信洒脱的笑容和由内而外的能量。你从来都不用掏空钱包去体验身心合一，也无需为一个 logo 感到丢人为难。你的美和自信无需金钱和宗教的加持。世界那么多元，别让一个教义束缚了你自由无边的灵魂。薛定谔梦见猫，好奇心连接你我。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